皇朝女帝当众抛绣球招亲，却被一个邋遢乞丐抢到。见状，兵部尚书之子怒斥我耍诈，麾下禁军瞬间将我围得水泄不通。我面带不屑地看着周围众人，正准备大展龙威之时，一声轻喝从阁楼上传来：“大胆！谁敢动我夫君？”而我本是这个世上最后一条黑龙，为了延续血脉，给我未来的孩子找个最漂亮的娘。我寻遍三界，最终将目光聚集在那一袭黄袍的人间女帝身上。听闻她要抛绣球招亲，我立刻化作人形下凡。在我刻意泄露出微弱的龙威后，冷清秋很快注意到了我，所以当我使用法术将绣球抢到手时，这位端庄的女帝脸颊渐染一抹粉红。皇宫内，我望着面前迫不及待的冷清秋，心中莫名升起一种奇怪的感觉，就像是掉进坑里被人利用了一般。怎么感觉女帝她比我还迫不及待啊？月圆高挂，红烛摇曳，冷清秋芊芊玉指端着杯子递到我嘴巴边：“夫君，先喝点水。”看着杯子里那满满的枸杞，我怒了：堂堂龙族还需要这些？我一饮而尽，准备给冷清秋一点颜色瞧瞧，让他知道我龙族的厉害。就在我一把将他搂入怀中时，门外一声轻咳打断我们所有的行动：“陛下，还请注意龙体，等下周大婚之后再宠幸也不迟。”气氛被打破，我颇为无奈，看来为黑龙一族接续香火的使命要延续到下周了。女帝大婚是整个天下的喜事，八方来朝，各路县里堆满房屋，金光闪闪。我望着堆积如山的县里思索着，龙族之中什么宝物适合冷清秋？把我黑龙一族的斩龙剑给他？不行不行，太不浪漫了。谁第一件礼物就送兵器的？那万年夜明珠也不行啊。虽然在人间是至宝，但是龙族一抓一把，被其他龙族兄弟知道了不得笑话死我啊，太掉价了。想来想去，最后终于在记忆里找到一件适合的宝贝。冷清秋向我缓缓走来，见我对着县里发呆，他拉起我的手轻声道：“夫君不要有压力，我的就是你的。这些县里你要的话，那回头便差人搬到你府上。”一旁清点县里的宦官忍不住反驳道：“陛下，这有些不妥吧？这些县里大部分都是要纳入国库的。”冷清秋不悦：“这江山都是朕的，区区一点县里就当是给夫君当礼物又怎么了？”我望着面前堆积如山的县里，内心毫无波动。就算把整个国库给我都不想要。龙族中我摔坏的宝贝都比得上不知道多少个国库了，这点县里在我看来和破铜烂铁没啥区别。但是我没有说，毕竟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想好怎么和他坦白我黑龙的身份。难道我要跑到冷清秋面前说我是黑龙？这种行为看上去也太傻了吧？还是等洞房花烛时让他自己发现吧。想到那画面，我内心不禁浮出一个邪恶的念头，这也算是老公给你的惊喜。可惜计划赶不上变化，我千算万算也想不到我会和我龙族的兄弟在婚礼上相见。婚礼当日，百里红妆，鼓声震天，冷清秋一袭红袍，本是绝美的脸上更是点缀着脂粉，仿佛最娇艳的玫瑰。夫君，我今天好看吗？冷清秋娇滴滴问道。我呆呆地望着面前的美人，实在是太美了，任何一条母龙都没有比不上她。老爹，你在九泉之下可以含笑了，你孙子孙女将来一定是龙族的颜值担当。娘子今天最美了。冷清秋双手抱胸，脸上渐显一抹红晕。周围宾客大臣落座后，我牵着冷清秋缓缓走向大堂，一黑一红的身影瞬间成为全城焦点，不少人暗自点头。郎才女貌，天造地设，一拜天地。我和冷清秋对着悠悠天地缓缓一拜，二拜高堂。我和冷清秋对着天地又是一拜，这一次拜的是九泉之下的父母。夫妻对拜，我和冷清秋相互鞠躬，缓缓拜下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和冷清秋便是正式的夫妻。他含情脉脉，我深情似水。夫君，娘子，女帝的婚礼况前盛大，这不仅仅是女帝个人的私事，更是关乎整个国家的气运。开坛设法祈求风调雨顺，300只牛羊猪在天坛上祭祀。冷清秋闭上双眼，高举手中香火，轻声道：“苍天在上，请庇佑我大夏，拜图腾，佑我大夏万载无忧。”图腾？我疑惑不已，大夏还有图腾吗？怎么我之前没有听说过？请图腾。随着内侍总管宣布，一尊五爪金龙的雕塑逐渐推进天坛。见状，我急忙跑上去拉住冷清秋衣角，大喊道：“不能拜！”我的声音回荡在天台上方，清晰传入所有人耳中。台下众人皱起眉头，议论纷纷。搞什么？女帝王夫怎么能乱来啊？这么不知礼数，简直是胡闹！冷清秋停下动作，小脸满是疑惑：“怎么了，夫君？拜图腾这个仪式来得太突然，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大夏的图腾会是五爪金龙，而且从雕像模样上来看，这明显是我在金龙族的好兄弟小金啊！老婆去跪拜自己的好兄弟，我以后可怎么面对小金？兄弟又怎么去面对他这嫂子啊？”我大脑飞速转动，想着该如何向冷清秋解释这件事。解铃还需要系铃人，我神识立刻传音于千万里之外的小金。此时，周围宾客大臣议论纷纷，对我破坏祭祀图腾显得很是不满。兵部尚书站起来指着我鼻子破口大骂：“陛下，此子冒犯神龙，断不可留。”宰相也劝谏道：“破坏祭祀图腾，目中无国，建议陛下为国家考虑休了他。”场面混乱无比，眼看就要是有失控的事态，我再也不掩饰龙威，周身无边仙力翻涌，我大喝一声：“止！”一瞬间，周围彻底安静，所有人动作定在半空，酒笛也停在半空中不动分毫。我微微喘着气，暂停一片地狱的时间，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消耗。嘿，莫哥，好久不见啊！一道五爪金龙的虚影在我前方浮现凝视。莫哥，有什么事情吗？我刚刚连打3个大喷嚏，3界之中肯定有个老登在骂我，我正准备去找那老登麻烦呢。莫哥要不要一起？小金愤愤不平道。我咬紧牙关，强忍着暴揍他的冲动。不用找了，你已经找到了。小金左右扭头环顾四周，大声喊道：“谁在背后败坏你金爷的名声？如果眼神可杀人，我一定先把小金摁在地上暴揍一顿。”作为龙族中血脉高贵的五爪金龙，怎么看上去就是呆呆的呢？似乎感受到了我杀人般的眼神。小金讪讪的干笑2声：“莫哥，刚刚我是开玩笑的，你别和我一般计较。”
作为唯一仅存的一条黑龙，在龙族的地位绝对是国宝级的。就是我现在真的把小金摁在地上打一顿，龙族长辈也绝对不会说半句不是。我长话短说的将现在情况告诉小金。小金尬笑道：“我也没有想到嫂子是大吓人啊，事情已经发生，就算我现在解除尸体，祭祀图腾依旧不会改变。”我问小金：“所以说你现在有什么好办法吗？”从小他就爱玩，鬼点子多。当年他甚至提出一起去偷枚凤凰蛋带回龙窝孵化，说想让小凤凰也沾沾龙气。最后东窗事发，没有少被他老爹揍。沉默片刻后，小金眼珠子一转：“莫哥，我还真有一个主意。”他在我耳边轻声说了几句，最后说道：“莫哥，你看怎么样？”我思索2秒后点了点头。石庭解除的瞬间，谩骂声如潮水一般向我涌来，说是千夫所指也不为过。而当事人的我却抬头望向天空，挑了挑眉，示意小金可以开始。突然之间，天空裂开一道巨大的裂缝，一双硕大的龙瞳缓缓睁开，狂风呼啸，电闪雷鸣，真龙显圣。朝廷之中，刚刚还在谩骂的众人瞬间匍匐在地上，面色诚恐，嘴里念叨道：“图腾恕罪，图腾恕罪！”所有人都跪在地上，恳求真龙网开一面。天空之上的龙瞳缓缓转向我，不怒自威。兵部尚书和内侍总管朝我怒吼：“庶子还不跪下，都怪你打断祭祀，惹得真龙发怒。”我抬头望着硕大的龙瞳，浑然不惧。忽然一袭红袍挡在我身前，冷清秋双臂展开，将我护在身后，死死盯着天空。冰冷的声音回荡在天坛上空，想要动我夫君，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。离得最近的大臣急声道：“陛下不可啊！真龙发怒，国事当前，不是你儿女情长的时刻。”冷清秋却好似没有听见一般，死死地将我挡在身后，与9天之上的真龙对视着。我愣愣地望着身前的一袭红袍，心中一暖，好像自从父母死后，我很久都没有过这种感受了。天地之间为之阴凝，所有人都身躯紧绷，生怕祸及自身。冷清秋回头向我投来一个安心的眼神，示意我不要担心，天塌下来有他在。所有人屏住呼吸，小心地观察着天空。一道冷哼从裂缝背后传来，黑色的龙角从背后缓缓探出，紧接着是4爪的黑色龙身，威武的黑色巨龙赫然出现在众人面前。这怎么和史书中记载的不一样？我大夏的图腾和天坛上的雕塑不一样啊！你见过5爪金龙吗？现在图腾都显圣了，明明是黑龙啊！肯定是以前的人看错了。大臣们疑惑不已，瞬间众说纷纭，所有人都疑惑不已。难道图腾真的是黑龙？天空之中的黑色巨龙目光一扫众人，最后将目光死死地定在5爪金龙的雕塑上。一道不满的龙鸣自9天之上传来，巨大黑龙张开巨口，一道粗壮的闪电从巨口中瞬即而出，击中5爪金龙雕塑，雕塑瞬间被击碎成无数碎块。神奇的是，无数碎块片刻后从地上又缓缓漂浮而起，逐渐拼凑成为一尊栩栩如生的4爪黑龙形象，和就9天之上的黑龙一模一样。一道悠长的龙鸣从黑色巨龙处传来，众人抬头只见黑色巨龙又缓缓消失在天空裂缝中，只在原地留下一道黑色虚影，而后一分为2，一道没入4爪黑龙雕塑，另一道冲进我身体里。小金得意洋洋的黑笑声在我耳畔响起：“莫哥，怎么样？我扮演的像不？这就是我和小金的图腾转让计划，不再阻止祭祀图腾，又能稳定维系3人关系，还将提高黑龙在大夏的地位。刚刚还在怪罪我大臣，见黑龙虚影没入我体内，此刻一个个的跪在地上，高喊见过黑龙使者。特别是兵部尚书跪在地上，额头贴于地面，整个人都在颤抖。我的地位在这一刻直线上升，从接绣球的幸运儿到成为仅次于女帝的黑龙使者。之前反对我和冷清秋成婚的声音都也荡然无存。黑龙使者吗？我望着天台下方匍匐的众人，强忍着笑。冷清秋紧紧抱住我：“夫君，你没事吧？”他抬眸望着我，黑色的瞳孔里满是担忧。“夫君，刚刚黑龙虚影对你没有造成影响吧？疼不疼？”他微微蹙着眉，小手在我身上上下检查着，生怕我缺胳膊少腿的。我哭笑不得，轻轻揉了揉他脑袋：“没事的，我感觉现在好得很，身体格外的好，就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。”听到我无事的答复，冷清秋这才眉眼舒展，随后好像想到什么，脸上浮现一抹娇红，嘴里小声呢喃：“用不完的精力吗？那朕晚上要亲自验证下。”夜晚灯火摇曳，这一次再也没有碍事的家伙待在外院。冷清秋穿着薄纱，脸上涂抹着胭脂，暖黄色的烛光通过如蚕丝般的薄纱，将那魔鬼一般的身材勾勒得淋漓尽致。我望着此番绝景，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。我暗中传音：“小金，小金，小金，有个好玩，你要不要来？”“啥好玩的？大闹东海龙宫？来来来，还是莫哥讲义气，吃喝玩乐都带着兄弟。”我小声对着冷清秋说道：“我出去一会儿，去后院拿些点心给你。”随后我推门而出，找一个无人的角落冲天而起。云层之上，一道黑色巨龙猛地向东边飞去。东海边，小金早在这里等候。他笑嘻嘻地说：“莫哥，你怎么才来？我早就迫不及待了。”他搓搓手掌，表示准备大干一场。我点点头，记得等下别和那帮龙客气，他们3个月没有在大夏南方下雨，导致你嫂子现在天天不开心。小金一听，立马暴跳如雷，这群鳖孙居然还敢让嫂子天天操心，这次必须狠狠教训他们。一黑一金的身形瞬间没入东海。东海龙宫之上，2条庞大的龙身悬浮上空，无尽的龙威肆意倾泻，如千万大山压在龙宫上方，无数虾兵蟹将跪倒在地，动弹的不得丝毫。东海龙王颤颤巍巍地走出龙宫，不知道什么风将2位大少吹来寒舍。2位的到来真是让东海蓬荜生辉。龙族中以血脉为尊，作为最顶端的5爪金龙和黑龙，说是龙族中最为顶尖的大少也不为过。而身为黑龙独苗的我，更是龙族生育计划的中的国宝。就连龙族族长现在见我也要陪笑2声，生怕我想不开，黑龙一脉就此成为历史。冷清秋缓步走到我身旁，小手轻轻搭上早已滚烫无比的胸膛，
夫君，你身体真的没事吗？感受着胸口的抚摸，我呼吸变得粗重，背后黑色龙鳞若隐若现。我没事，我很好。冷清秋一声轻笑，你说的不算，让朕亲自来检查一下才行。胸口处的小手不断上下抚摸，检查着我每一寸肌肤，直至不可描述之处。烛光忽地熄灭，暗淡的宫寝里只剩下春光无限。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落进宫寝，冷清秋躺在床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呢喃，原来真的是有用不完的精力啊。御书房内，冷清秋望着堆积如山的奏折皱起了眉，随手打开一封奏折，翻看两眼便丢在桌角。他趴在桌上叹口气，怎么南方大旱还没过啊？已经2个月没有下过一滴雨了。随手翻开另一封奏折，又是大旱告急。我轻轻地走到冷清秋背后，双手搭在冷清秋香肩上，细细按揉，安慰道：没事的，南方干旱马上就要过去了。冷清秋只是嗯了一声，眉宇间忧愁依旧。南方大旱，流民百万，哪怕朝廷拨款也是杯水车薪，治标不治本。身为女帝的冷清秋却没有任何办法。望着冷清秋苦瓜一样的小脸，我心中不免划过一丝心疼。娘子不开心，我就不开心；娘子不开心，夜晚就没兴致；夜晚没兴致，我黑龙一族的男友子嗣。一想到这，我就怒火中烧。东海龙族胆敢阻碍我黑龙一族大事！我冷哼一声，小金则是急性子，直接大骂：老登，为什么大夏南方2个月不下雨？东海龙王一愣，有些摸不着头脑。二位大少这么大阵仗，就是问下雨这点小事，以前也不是没有过干旱啊。东海龙王苟着腰，小心翼翼地问：不知干旱一事哪里冒犯到了二少？小的这就马上改。我冷笑一声，那本座就告诉你，大夏女帝冷清秋是我妻子，南方大旱导致她日日寡欢，但不下龙嗣，阻碍黑龙一族延续，你可知罪？一顶顶帽子盖在东海龙王头上，犹如霹雳炸响在东海龙王耳畔。东海龙王膝盖一软跪下，谁不知道延续黑龙一族血脉是当前龙族头等大事，要是这帽子扣下来，10个脑袋都不够他砍。东海龙王不敢直视，颤抖地问道：二少还没有告到龙族吧？小金冷冷地说道：要是已经告到龙族，现在来的就是龙族执法队了。东海龙王一喜，又重重地磕在地上，急忙说道：小的这就亲自去降雨，保准以后大夏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我回到皇城，小心地推开月氏殿侧门，唯恐惊扰了大殿中的那道倩影。我将刚刚从东海龙宫中拿过来的点心轻轻放在冷清秋一旁，缓缓拿起一块糕点，喂到冷清秋嘴边。娘子，吃点点心，甜的，可以化开你心里的苦事。我哄着冷清秋一点点地吃下糕点，他紧皱的眉头舒展几分，但依旧忧心忡忡。墨郎，你说南方什么时候可以下雨？他咽下小块糕点，苦着小脸问道。我揉了揉他小脑袋，安慰道：我刚刚问过黑龙大人，他说今日下午南方便会天降甘露，以后也是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冷清秋惊喜道：真的吗？南方大旱要结束吗？冷清秋笑着，嘴角2个浅浅的梨涡浮现，好看极了。这一刻，我感到自己做的所有都是值得的，只要你开心，笑靥如花，我就开心。下午，南方天降甘露的消息传入京城，冷清秋走路都轻快的了许多，嘴角也是浅浅的勾着笑。夜晚宫寝内，冷清秋走到我身后，一双玉臂环抱住我肩膀，朱唇在我耳畔吐气如兰。多亏了墨郎向黑龙大人求雨，不知道墨郎想要什么嘉奖呢？不如把朕奖赏给墨郎怎么样？平日端庄的女帝，此刻好似最魅惑的狐妖。南方的夜晚天降甘露，黝黑的宫寝中亦是翻云覆雨。次日早朝，冷清秋坐在大殿之上，面色红润，容光焕发，大臣们一一上奏。突然一道焦灼的声音伴随着急促脚步传入大殿，报边疆告急，一位身着铠甲的将士单膝跪下，递上一封染血的告急书。陛下，西方战士告急，大夏将士深入地方腹地，正要直取敌国时，对方国师召唤一条黑龙，将一众将士围困于敌国。黑龙，我疑惑不已。我十分确定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后一条黑龙，难道有龙族冒充我？但是给他们10个胆子也不敢啊！大臣们面色古怪地望着我，只有冷清秋面色如常。宰相焦急问道：使者大人，黑龙为什么会帮助敌人？他难道要放弃大夏了吗？我皱着眉问向跪在地上的将士：你先别急，你描述一下那黑龙的特征。将士细细将所见一五一十讲述。听完将士描述，我大怒，龙族最看重的就是血脉和身份，区区一头西方的黑色蜥蜴也敢冒充我黑龙一族？我强压身体里激荡的龙威，对着将士说道：你别担心，那条西方黑蜥蜴今晚自然有人收拾它，我等会就和黑龙大人如实禀报。朝堂散去后，我正准备出门找一个无人的角落化龙而行，一只温润的手拉住我衣角。冷清秋望着我道：墨郎这是要去干嘛？我面不改色，当然是去和黑龙大人沟通，要他严惩西方冒牌货。那为什么黑龙大人一定的要晚上去严惩冒牌货呢？冷清秋上扬着嘴角，好奇地问道。我愣了一下，思索着如何回答。冷清秋向我走来，轻轻抱住我，手指在我胸口轻轻地勾着圈。墨郎，你说我是叫你黑龙使者，还是该叫你黑龙大人呢？我面色错愕，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冷清秋捶了下我胸口，没好气地说道：那天你从御书房进来，身上一股淡淡的海腥味，还有你端来的点心很好吃，但是不是宫里的，宫里什么好吃的点心我没吃过。冷清秋越说声音越小，最后细若蚊声，还有哪里有正常人天天精力用不完似的。说完，他娇羞地将脸埋在我胸口。片刻后，冷清秋从我怀里抽离出来，脸上是还未散去的红晕。墨君，早点回来。我望着这个满眼是我女人，重重点头，我一定。那一日，我斩杀黑蜥蜴时格外的凶猛，因为我知道有一个女人还在等着我回家。3个月后，在我和冷清秋共同努力下，她小腹终于微微隆起，我黑龙一族终于有后了。冷清秋也是激动万分。墨郎，我们终于有孩子了，等10个月后孩子出生，我就传皇位，我终于不要再每天坐在皇位上处理奏折了。我眼瞅恨不得一蹦3尺的冷清秋，面色古怪，但还是忍不住小声提醒道：娘子，我们龙族怀胎不是10个月。冷清秋疑惑问道：那是多久？
我缩了缩头，有些不忍地开口：“是30年。”番外篇：30年后，大夏皇宫深处，冷清秋正靠在铺着黑龙囹圄的软榻上，手轻轻抚摸着隆起的小腹，眼中满是期待。忽然，腹中传来一阵强烈的异动，并非往日胎儿的轻踢，而是如同惊雷般的能量涌动，让他忍不住闷哼一声。我立刻将温暖的灵力缓缓注入冷清秋的小腹，安抚着里面躁动的小家伙。可就在灵力触碰的瞬间，3道墨色的光晕从冷清秋腹中透出，紧接着凝聚成3枚通体漆黑的龙蛋悬浮在半空中，天地间响起阵阵龙吟，似在庆贺新生命的降临。冷清秋看着悬浮的3枚龙蛋，先是一愣，随即眼中涌出泪水。莫郎，你看，是3个孩子。我伸手抱住他，眼中满是欣喜与郑重。这是黑龙一族的希望，是我们的孩子，蛋壳脆弱，需用真龙之力孵化7日，才能稳固血脉。我小心翼翼地将3枚龙蛋捧在掌心，黑色龙力化作柔和的光照，将龙蛋包裹其中。5年后，3颗龙蛋已长成3条黑色小龙。老大莫萧继承了黑龙的力量，最喜欢对着皇宫中的铜钟喷火，将铜钟烧得通红。老二莫林虽温顺，却偏爱冷清秋的书房，常常趴在奏折上睡觉，气得负责整理奏折的宦官敢怒不敢言。老三莫尘最是调皮，总爱跟在侍卫身后，用小爪子扯他们的衣摆。这日午后，莫尘则叼着半颗没吃完的灵果跑过来，小爪子在地上划出歪歪扭扭的痕迹。听说凤凰族的蛋会发光，比御膳房的琉璃灯还亮。这话瞬间勾起了2个哥哥的兴趣。莫萧甩了甩布满鳞片的尾巴，走去看看。3条小龙趁着侍卫不注意，呼啦啦地朝着凤凰族的方向飞去。